你知道吗？有人说埃及金字塔其实是一座用来隐藏光速秘密的外星信号站，而几千年后，这个符号竟然出现在了一场全球峰会的正中央。2014年3月24日，荷兰海牙世界论坛迎来了一场全球瞩目的峰会，第三届核安全峰会。当时58位世界领袖齐聚一堂，而在会议中心的正中央却摆放着一个巨大的三维全息投影，那是一座金字塔，内部还有3个倒置的小金字塔。这并不仅仅是装饰，它被官方指定为这场峰会的标志，甚至出现在与会代表们佩戴的徽章上。可就在世界正要聚集之时，有人却提出了一个惊人的质疑：这真的是一个普通的会议标志吗？有阴谋论者指出，这个图案其实象征着权势之眼，传说中光明会的标志。光明会这个据说已经存在几个世纪的秘密组织，真的还活跃在21世纪吗？阴谋论认为，他们早已渗透进全球的权力核心，从娱乐圈到政界，从银行业到新闻媒体，甚至连国家元首也可能是他们的一员。现代光明会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8世纪，由德国人亚当·魏斯·豪普特创建。他制定了一套秘密计划，目标是悄无声息地渗透社会的各个领域，并最终操控整个世界。如今人们提到光明会时，说的是一个被认为掌控全球走向的神秘精英阶层。这只是妄想症的幻想，还是这些人真的隐藏在暗处，操控我们所不知的游戏规则？有些人认为，要想真正了解光明会的真实目的，得追溯到一个更古老的秘密组织——圣殿骑士团。这个组织是一群武士僧侣组成的军事修会，成立于公元1118年。他们最初的任务是保护前往耶路撒冷的朝圣者，但很多人怀疑，他们真正的目标其实是寻找那些失落的宗教圣物。传说就隐藏在圣殿山之下。而就在耶路撒冷的那段时间里，这个原本不显眼的组织迅速崛起，成为整个十字军东征中最有权势的势力之一。他们的影响力大到什么程度？大到开始有人传言，他们其实与恶魔达成了某种协议。圣殿骑士团的历史上最重要人物之一，雅克德·莫莱，最后被控叛国和异端，被活活烧死于广场之上。他所面对的指控正是崇拜恶魔。不仅是德莫莱，整个圣殿骑士团的高层都被指控从事黑暗仪式。那他们接触的真的是恶魔吗？还是说他们在圣殿山发现的是某种来自异世界的存在？根据古代记载，这些所谓的恶魔在很多方面与人类非常相似，也和天使极为接近。他们并非全然邪恶，有些甚至是善良的。有传言称，圣殿骑士团当年确实尝试与这些灵性存在沟通，但这种所谓恶魔的概念其实和我们今天理解的完全不同。在古人的观念中，所谓的恶魔其实是一种来自其他世界的存在，是一种非地球生命体。那么圣殿骑士团真的可能受到过某种外星存在的影响，只不过他们当时误以为那是灵体或者恶魔吗？一些远古宇航员理论的支持者认为，圣殿骑士团可能曾与古代文献中所提到的守望者接触过，这些守望者正是某种外星生命的化身，而他们所提供的一个重要证据就是骑士团最具代表性的标志之一，那个传说中曾出现在核安全峰会现场的神秘图案——权势之眼。这个符号有时只是一个眼睛，但更多时候是一个嵌在金字塔中的眼睛。它不仅出现在古埃及文明中，也被圣殿骑士团、玫瑰十字会、共济会、光照派使用过，甚至还被纳入了美国国玺的设计中。它常被解读为某种存在正在注视着我们。这个被称为天眼或上帝之眼的图案，代表的是一种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智慧宇宙，正全程监督着人类在地球上的一切行为。对于很多人来说，这是一种神圣的象征，寓意上帝在保佑我们。但也有人认为它的含义远不止于此，甚至可能跨越多个文明与外星文明存在联系。比如在南美的厄瓜多尔，在安第斯山脉的热带雨林中，生活着一群以猎头者著称的原住民族，他们性格强悍，极度保护自己的土地与秘密。而在这些无数秘密中，被守护最严密的，或许就是塔奥斯洞穴的位置和入口。那么为什么这座洞穴如此重要？答案可能藏在一位意大利天主教传教士的故事中。
这位名叫克里斯比神父的传教士在上世纪中叶曾长时间居住在这片区域。克里斯比神父深受当地印第安人的爱戴，他无偿为他们提供帮助，从不索取报酬。而作为回报，印第安人常常赠送给他一些极其特别的礼物。这些礼物可不一般，有些礼物是用黄金或其他贵金属制成的，常常带有复杂的雕刻和神秘的符号。而这些图案并不属于当地舒尔族已知的任何文化体系。在1973年出版的《众神的金字》一书中，古代宇航员理论支持者艾里希·冯·丹尼肯曾写道，克里斯比神父收藏的这些文物可能就来自那座传说中的塔奥斯洞穴。而在他看来，这些宝藏并非来自任何已知文明，而是出自一个失落的科技高度发达的古代文化。冯·丹尼肯在书中提出的一连串令人震惊的问题，很快激发了一位苏格兰探险家斯坦利·霍尔亲自前往解开这个谜团。1975年，霍尔来到厄瓜多尔，想亲眼看看克里斯比神父的收藏。他回忆道：“多年来，我一直在研究南美，寻找史前文明缺失的一页。我最初就是在冯·丹尼肯的书中听说塔奥斯洞穴的，从那之后就一路追查。其中一件让神父感到震撼的礼物，是一块带有36个圆环的金属板，上面刻满了从未被翻译过的神秘文字。为了揭开谜团，1976年，斯坦利·霍尔组织了一支超过100人的大型探险队深入塔奥斯洞穴。而在队伍之中最引人注目的成员，竟然是美国宇航员尼尔·阿姆斯特朗，那个第一个登上月球的人。他们从丛林中的一个秘密入口进入洞穴。这个入口据说是厄瓜多尔东方军队掌握的通道。当探险队深入洞中时，他们被眼前的景象彻底震撼了。大量区域看起来像是被某种力量人为挖掘出来的。1976年，英国地质研究组的负责人布莱恩·凯利博士承认，那些洞穴中出现的大型门道结构让他很难用现有的科学来解释。斯坦利·霍尔的探险队虽然确实在洞穴深处发现了一个墓室里面的一些遗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500年左右，包括一个石质圆环，但他们并没有发现任何宝藏，也没有找到任何与克里斯比神父收藏相似的文物。那么，如果塔奥斯洞穴并不是这些神秘文物的真正来源，那它们究竟来自哪里？霍尔并没有就此放弃。15年后，也就是1991年，他追踪到一位名叫帕特里奥·奥拉米亚的厄瓜多尔人。对方声称自己早在1946年就曾通过一个秘密入口进入过塔奥斯洞穴，而那一年他还只是个年幼的孩子。他说他必须先潜入水下，通过一段水下隧道，然后才能浮出水面。奥拉米亚告诉霍尔，他穿过了一间又一间满是古代遗物的墓室，其中甚至包括一个巨大的金属图书馆，里面收藏着用黄金或其他金属制成的书籍，上面刻着人类从未见过的神秘文字，可能与克里斯比神父收藏中的金属石板上的文字相似。有些文物看起来像某种公式，还有各种奇异图案，令人目不暇接。这一切的说法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但也引发了一个大胆的猜测：是否真的有某种远古文明降临地球，并将这些遗物隐藏在洞穴系统中，等待后人来发现？可惜的是，就在他即将带领霍尔亲自前往这个水下入口之前，帕特里奥·奥拉米亚突然去世，带着那个秘密永远埋进了坟墓里。而斯坦利·霍尔本人也在2008年去世，没能再重启对金属图书馆的搜索。幸运的是，霍尔的女儿艾琳决定继承父亲的遗愿，继续这项追寻古代文明真相的探索之旅。镜头一转，来到埃及吉萨高原，这里耸立着全世界最神秘的古代建筑之一——胡夫金字塔。这是古代世界7大奇迹中唯一幸存的一座。自古以来便激发了无数关于它的建造方法和真实用途的猜想。自人类首次对胡夫金字塔进行研究以来，学者们就不断被其中所蕴含的数学奥秘震撼。金字塔的尺寸、角度，甚至选址都展现出极其惊人的精度和科学性。它的朝向几乎完美，对准正北，误差不到360°，比地球上任何一座现代建筑都要精准。而更令人着迷的是，如果追溯地球自转轴的岁差变化，研究者推测，在建造之初，它对准正北的精度可能比现在还要高。不仅如此，金字塔所处的地理位置本身也似乎是刻意选择的。
如果从金字塔出发，画出一条经过其4个基本方位的地球大圆，这条线将穿过地球上最多的陆地面积。换句话说，胡夫金字塔几乎位于全球陆地的几何中心。自1925年金字塔被首次精确测量以来，数学家和研究者不断发现，它还隐藏着与地球几何相关的更深层奥秘。它的设计中嵌入了超越现代技术的地球测量信息，而它采用的度量单位王室尺度和古埃及立方寸更是令研究者惊讶。这个单位长度恰好等于地球南北极之间距离的2500万分之一。换句话说，把南北极的直线距离平均分成2500万份，其中一份就是王室尺度。而胡夫金字塔的底部长度正好用这个单位精确对应，这种精准几乎不可能是巧合。它的高度换算成365.24个金字塔单位，恰好对应地球一年的天数，精确到1/4天。大金字塔的周长、长宽比例也正好是地球赤道纬度和经度的精确缩放比例。放大后你会发现，这意味着大金字塔不仅对应着地球赤道的周长，也与赤道到北极的距离吻合，堪称是一个北半球的等比例缩小模型。最近研究者借助卫星技术又发现了一个更惊人的巧合，如果你把大金字塔的地理坐标作为一个数字序列，这组数字竟然精确匹配光在真空中的传播速度，单位是米每秒。当你意识到这座金字塔中竟然隐藏了如此大量关于地球的地理与物理信息，就很难把这些现象单纯当成巧合。但类似的现象在世界其他地方的遗址中也同样存在，比如中美洲的金字塔，还有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锯齿状神庙，它们同样精确对齐与地球的4个基本方位，并融入了复杂的数学概念。很多人相信这些建筑是在某种神圣指引下建造的，它们是神的印记。建造者在这些遗址中故意留下特定信息，似乎是为了告诉我们，这些结构并非完全出自人类之手，它们代表着某种超越人类的存在。建造者想要确保未来某一代人能够意识到，在人类的知识中存在着一块被刻意隐藏的拼图。而我想表达的是，这些古老建筑或许都是外星文明留下的名片。1974年，中国陕西省几位农民在西安附近打井时，意外发现了一尊栩栩如生的陶俑士兵。随着考古继续推进，考古学家震惊地发现，地下竟埋藏着成千上万尊兵马俑，每一尊都表情各异，细节精致，栩栩如生，仿佛随时准备出征。这些兵马俑构成了一座庞大的地下陵墓群，是中国第一个皇帝秦朝的秦始皇所建。这座陵墓规模极其庞大，已发现的兵马俑超过8000尊，还有520匹战马和130辆战车。秦始皇统一6国，修建万里长城，制定货币与法律制度。但除了这些功绩，秦始皇还有一个执念，他痴迷于寻找永生的秘密。他曾派人踏上海上仙山的征途，渴望找到长生不老的机缘。他不仅想成为千古一帝，更想在人世间成神。他相信失落的古代知识中藏有长生的奥秘。为了达成这个目标，秦始皇花了30多年时间，动用了70多万劳工，打造了一座4层结构的地下城市，用作他的最终安息之地。而在这座宏伟陵墓的核心，隐藏着中国至今未解的最大谜团。陵园范围极广，但目前只有外围部分被小范围挖掘。考古学家普遍认为，在那座高高的封土堆下，正是秦始皇的真正官室。但直到今天，他仍然无法进入，因为内部存在高浓度汞元素，极其危险。根据古文记载，墓室内部是一个缩小版的宇宙模型，天花板上镶嵌着用珍珠做成的星辰，代表天界，而地下则以流动的水银构成江河湖海，象征人间。水银也就是汞，是一种液态金属，现代主要用于高科技设备，比如仪表、电子，甚至汽车零件。但让人震惊的是，早在公元前1500年的埃及古墓中也发现了汞的存在。这是否意味着古代文明早已掌握了某种现代科技？又或者，这些水银真的是通往另一个世界的媒介？这座尚未开启的帝王陵墓，至今仍像一个沉睡的宇宙，藏着关于永生、天上世界与科技力量的终极秘密。